启禀陛下，秦家12人等已押赴刑场，如今证据确凿，而平越公主亦未拿出有力的证据反驳，还请陛下降旨，将通敌卖国、贪墨军饷的秦家一干人等斩立决，以儆效尤。 陛下，老臣同奏，请求对秦家斩立决。陛下，请陛下速下斩杀令，以正朝堂纲纪。请陛下速下斩杀令，以正朝堂纲纪。臣复议。臣复议。臣也复议。臣也复议。臣也复议。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想与殿下商量一件事情。你说。如今众多世家恼怒于殿下，欲将把殿下驱逐出华境。微臣有一良策，可以保住殿下。还不知何人能够力挽狂澜？微臣愿求取殿下。不知殿下可否应允？殿下，你前几日日日命人送东西过来，便是以为裴文轩已经死了，是吗？如果我说是因为裴文轩的离开，给了我一些勇气和希望呢？过去，我明明一直心属于殿下，可碍于家族立场，我一直不敢向你表明心迹。陛下也不会容许你嫁到苏家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想明白了。我若错过这个机会，就便永远的错过你。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你。无论我们是夫妻还是盟友，早就生死与共。殿下，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，我不想再错过你第二次。罢了，福来。拟旨，微臣裴文轩参见陛下。到底是个命硬的。裴文轩。微臣裴文轩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了，起来吧。裴文轩，你不是生病了吗？陛下，平越殿下应当同陛下说过，微臣只是表面装病，
实则暗中出境彻查秦家一案。说下去。微臣暗中出境，察觉有人跟随，未掩人耳目，事先布网，设下假死的局。这才顺利前往西北彻查秦家一案。现如今，微臣已得到秦家蒙冤的证据，还请陛下立刻派人前往法场，让行刑官刀下留人。福来，快派人去刑场，把秦家人留下来。殿下，殿下，驸马他回来了。你站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怕这些人找你麻烦，我在这儿起码可以护着你。等一会儿进去了，我再站回自己的位置。你也太小瞧我了。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他们还能打我不成？只要不动手，看谁扑得过谁。是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微臣站在这儿替公主殿下挡挡风，总可以吧？殿下，裴公子，裴公子，你是不是站错地方了？你不应该在那边吗？苏大人，我身为驸马，站在公主殿下身旁，有何不妥吗？入殿。明月，朕让你查的案子查的怎么样了？启禀父皇，秦氏一案基本已厘清。此案源于兵部保管行军日志不力，致使日志缺页。一官员无意中发现黄平县此战不似平常，便随口说了出去。而后便有好心人到温平温御史处检举了秦氏，温御史便与刑部崔淑云崔侍郎联合查案。可这二人在查案过程中玩忽职守，以致错办冤案。如今秦氏沉冤得雪，还望父皇重罚兵部郎中王熙、御史台温平、刑部崔淑云以及其他相关涉案人员。除了秦氏案所涉及的军饷一事，儿臣也已做了梳理，相关涉案人员名单也一并奉上，恳请父皇允许儿臣彻查。办得好。你们看看，当初朕要设立督察司，你们拦着不让，说平越年轻，成不了事。如今这案子办得如何？朕以为办得极好，查得清清楚楚，毫无半点纰漏。要不是平越，朕都不知道诸位大臣竟有如此大的本事。启禀陛下，老臣以为幸得天恩垂怜，着平越殿下监督群臣，收效甚大。我上官家已经开始内查，一定择日将上官家参与此事的人清理干净。此等行径绝非我上官家族想看到的，即便只是个别人的腐败啊！怕是阿雅说服他了。如此说来，这督察司很有设立的必要了。既如此，设立督察司一事，众爱卿没有异议了吧？老臣没有异议。那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从今日起，平越正式掌管督察司，督察司的一切事务可直接呈报给朕，不必经过2项6部。平越，
你可亲自挑选组建督察司的内部人员，拨城北名胜校场作为督察司的官署，户部将督察司的建制做个预算，报给平越。是，陛下。每年不得少于3万两。陛下，不知这是否太多了些？近来用钱的地方多，殿下还要用这么多，这3万两都拿不出来吗？你户部每年收缴的税赋有几千万两，如今3万两都拿不出来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平越，朕可是为了你设立了督察司，日后你要好好替朕分忧。是，父皇。那秦氏案和军饷案，秦氏案和军饷案一并交由督察司处理。另外，督察司既已建制，朕再帮你找个副手。副手。这么大的权力交到你手里，总得有个人辅佐你。就苏家大公子苏荣华吧。苏大公子曾是肃王的老师，又是世家子弟，必然会定敬殿下。安插进一个苏家的人，也算是给世家一个交代。就这样吧，让中书省拟旨，平越自己挑个日子，尽快将督察司组建起来吧。是，父皇。父皇，怕是对我们生了嫌隙。老师，如君身不正，臣子当如何？臣子当死谏。若君王不纳，又如何？前赴后继。还不成呢？那就另择明君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今日多谢苏大人赐教。娘娘，来，给苏大人行施礼。娘娘，我受此礼可是有条件的，不知娘娘能给我什么？苏大人想要什么？可我的条件，娘娘和肃王未必肯答应。但说无妨。从今往后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见过殿下。都是在自己家里，舅舅不必拘于这些虚礼。请坐。谢殿下。殿下，上官家太大了，老臣握不住啊。如今犯了错，老臣赶过来是想请求殿下，秦家的案子就到此为止吧。如今秦家牵连的有2个案子：军饷案、诬陷秦氏案。不知舅舅这2个案子都知道多少？回禀殿下，这2件事情父亲是不清楚的。不瞒殿下，秦家的案子报到父亲的面前时，就已经是个证据确凿的案子。父亲虽有私心，但也并非黑白不分之人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西北军权的争夺，陛下偏袒萧大人，父亲怕陛下听信谗言，偏派人去查了秦家。父亲的意思本是有错则纠，无错也就算了。然后，但话传到下面，就成了要查秦家的错。兵部查了半天没查出什么，
为了应付，就撕了行军日志，交给了御史台。御史台一看，那杨权本就是通敌卖国之人，而当时秦家又正好在杨权手下做事，守城一战3000对3000，却成败局。这事怎么看都十分蹊跷，所以御史台就没有证据制造证据，伪造出了罗卷这个人证。其实罗卷的口供到了刑部，也不足以定秦家的罪，但刑部以为父亲要彻查秦家，而秦家看起来又十分罪有应得，于是刑部又加了一项证据，搜查之时放了黄金和伪造的信件在秦家，同罗卷的口供一起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线索。而舅舅又觉得父皇此次太过，便想给父皇一个警告，就决定将这个大案办了下去。等我开始查之后，他们又开始慌，拼命的想要遮掩罪责，而舅舅也觉得我是被人利用，受人蒙蔽了，是吗？事已至此，老臣不想再辩解什么。老臣只是希望殿下收手，不要再僵持下去了。老臣明白殿下的决心，可上官家是殿下和太子的根基，这一点殿下一定要清楚。一群根本管不住，要给你找麻烦的人，也叫根基。哎呀，哎呀，哟，嚯！你们一会儿把东西就放到那边啊。童大哥，哎，已经来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？这次驸马回来，他和殿下的关系近了一大截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你都看出来了？可不嘛！我跟你昨天晚上咱们大人，同学大哥进来，我想跟公主当面道个谢。你看见她了吗？他们为什么如此感恩呢？就是因为知道您会护着他们，所以他们才敢诬陷忠烈之臣，才敢私吞军饷。老臣若不护着他们，殿下以为老臣又算得了什么？陛下将这督察司交给你，你又以为你仰仗的是什么？你我什么都不是。无论老臣还是殿下，门阀倾轧之下，只不过都是些蝼蚁罢了。大人，要不要等客人走了，我再去通知您呢？不必了，谢谢同学大哥。不客气。我先走了。大人慢走啊。您是一国宰辅，我是长公主，您与我都有改变这规则的能力，只是您不愿意。您一心想要维持眼下的局面，不愿打破这份平衡，就是希望陛下与你们互相博弈着，然后呢，看着上官家日复一日的腐烂而不作为吗？大夏自开朝以来，历经4代君王，建国已近100年，西北有战乱骚扰，内部又时有天灾，它已经不是一个开国的新朝了，容不得你们如此折腾。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和上官家互相残杀，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官家，一个家主不是世家傀儡的上官家，一个日后不会拖川儿后腿、不逾越自己本分的上官家，如此而已。您能明白吗？殿下所说，老臣明白，只是老臣力不能及。您若不行，别人呢？上官雅呢？若让上官家彻彻底底掌握在你手里，你行吗？殿下放心，上官家不会让督察司出手的。今日回去之后，从华泾到幽州，整个上官家全族自查。若此次自查顺利，太子日后便无后患。
若自查不顺，父亲，您就叫女儿处理了，也算给族人一个交代。您仍旧是上官家的家主。父亲，您意下如何？不愧是上官家的女儿啊，这权力当真是写在你们骨血当中的。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，我当真老了。老了，真的老了。应天顺时，承蒙圣恩，今日吾等汇聚于此，建督察之司，守朝政纲纪，护礼法伦常。我司之根本，在于公正二字。无论诸位何等家世门第，于督察司之中，有能者居之。驸马不会觉得压抑吗？压抑？上官小姐是指什么？妻子强势至此，驸马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吗？我听人说，男人都害怕这样的女子，他们喜欢女子温柔如水，能当个贤内助就更好了。不过如今殿下这个样子，怕是要驸马来当这个贤内助了。当贤内助又何妨呢？驸马不担心被人说软骨头、没本事吗？只有没本事的人，才会一定要以妻之辱来彰显自己的本事。而我所希望的，是我的妻子能够如他所愿。自今日起，督察司使谏，谏诱大夏，庇护苍生。他若想要天下，我可以送他；他若想要一方安稳，我也可以给他。谏诱大夏，庇护苍生。更何况，作为丈夫，对妻子的宠爱，并非是给她一个金丝鸟笼，而是她想要做什么，我有本事让她肆意的去做。话说的倒是挺漂亮，哎，不过你们俩不是朋友？看来驸马的朋友之路还长得很呢。那可不一定。荀川，在。即日起，本宫命你为督察司巡查使，代表我督察司巡视地方。属下领命。而且，若您不介意，我们可以再请您喝一次我们的喜酒，应该不会太久。那我可等着了。不瞒你们说啊，当时听说要让我进宫当太子妃，给我吓的哟。哎，我心里想，完了呀，我这辈子完了呀。哎，你们看我那姑姑，当了一辈子的皇后，多可怜呐！你说这权势大吧，那能有什么用呢？我好好的当我的上官家的大小姐，什么好吃的吃不到，什么酒喝不到。这要是进了宫，和朋友爬个山、钓个鱼、打个马球都不行。你们说，我这进宫活着有什么意义啊？啊，我就进去看人家花式磕头啊！哎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有道理。喝醉了。就要走了。主仆特意同殿下告别了。就是不知道你这一走，咱们再见是什么时候。
会一直在外，会好好为殿下办事的。这个我倒不担心，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一个人在外，性子别太直。殿下放心，遇到事情我会谨慎的。其实，秦真真死了，也未必不是件好事。跟随殿下的这些日子，寻川过得很开心。这杯酒，我敬殿下，谢殿下救命之恩。这第二杯酒，谢殿下知遇之恩。遇见殿下，寻川才知女子天地广阔，本也有另外一种活法。我知道，殿下心中有殿下想要的世界，那也是寻川心中寻川想要的世界。你少喝点吧，这第3杯酒，说出来也不怕殿下笑话，是感激能与殿下和阿雅相遇。阿雅在。虽然我们相交时间不长，但在寻川心中，却早已将2位当成好友。未来长路漫漫，祝愿我等3人不负此生。不负此生。嗯。不负此生。干杯！干杯！殿下，外面人都送走了。送走了，你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你看，我这都捂热了。来，你坐这儿。想什么呢？寻川今夜就走了。殿下不是矫情之人。裴文轩，嗯，我有朋友了。我有朋友，有家人。我这辈子真的挺高兴的。不管未来怎么样吧，至少现在该有的我都有。我说句话，你别不高兴啊。我以前确实觉得苏荣清更知我心，但是这次回来呢，让我明白，并不是这样。谢谢你懂我。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的，对吧？嗯。苏荣华，你能不能好好走路啊？你怎么晃来晃去的？哎，小姑奶奶，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我没醉，我跟你走条直线啊。哎，哎，
我没事。行行行，你没醉，啊，你清醒得很，但以后能不能少喝点？我姐妹要走了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喝吗？来，宋荣华，你得这么服人。上官大小姐，这样不合适。你害怕了？苏荣华什么时候害怕过？你就是害怕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越是害怕，我越是不放过。我就是要让你名誉扫地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瞧不上你。上官雅，你想让我名誉扫地，我还真有一个法子。你牵着我的手走出去，那我就是你的人了。你不要我，那我名誉马上扫地啊！有道理哎。手呢？你当真了？手。我没醉。苏荣华，你真的很不会服人。